在中国生活真的太有意思了吧？人们每天醒来都不知道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惊喜。街边点个羊肉串，吃到的却是老鼠肉。网上约了一个叫红姐的美女，结果来的竟是一位洪大爷。回家打开华洒准备洗个澡，结果淋了一身粪水。这个真的让在美国小镇无聊到发霉的我无比想念在中国的生活，每天都像在拆圣诞礼物一样。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大家好，俺是 MC Ler， 好久不 motherfucking 见，别来我 motherfucking 样。我们主席最喜欢谈及的一段历史往事，就是他在青年时跟大粪的故事。不论是一突开啊，就见了我满脸喷粪的，满脸是粪，还是冬天到粪池里起粪铲粪茬子，在这些故事里，粪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苦难。也就是说，虽然通往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但是他们全都 covered in poop。无论是你想爬过去，还是在下面挖一条通道，都难以避免屎味儿，都像蒙古骑兵一样冲向你的脸，灼伤你的眼睛。但只要坚持下去，最后绝对能打败大昌杆菌，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没错，如果像本乐一样熟读的习主席去年给中国大学生写的一封信，你可能已经想到了，在这封信里，主席反复强调要自找苦吃，结合他过去的人生经验，这里的苦显然指的就是 poo。What the？ 很多人可能一直以为 poo 是用来比喻苦，但恰好是相反，吃苦才是吃 poo 的比喻，明白了吗？ Let me try and explain it to you. You literally need to proactively challenge yourself with poop. Okay, washing your dishes, boiling your vegetables, shaving your face. If you inject the added challenge of manure into your life, you are sure to come out a more well-rounded revolutionary. All right? The E. coli germs in your stomach or the acne on your face, they represent your body overcoming this stinky challenge. 虽然我们生活当中的大部分苦难都已经被审查系统过滤掉了，但是当我们偶尔发现自己身处邓小平所说的现实中时，我们还有一剂见效快、疗效强且完全免费的解药——比烂药丸。一颗比烂药，烦恼全忘掉；两颗比烂药，我说我走。比烂药丸，一剂祖传中医秘方，老祖宗千年的智慧，只需一颗就能迅速摆脱焦虑与质疑。你是否抱怨996？美国还枪击呢？你是否反感特供与权贵？印度连厕所都没有？你是否担心空气污染？看看洛杉矶也不干净啊！该药丸的副作用包括短暂心理麻痹引发的对现实问题的忽视、落后机制的过度自信、对自身问题的选择性失明，以及全民智商的急速下降。过量服务可引发文化大革命2.0的严重并发症。我们很好，因为他们更惨。身为一个中国人，在任何时候，如果你察觉到自己的爱国心出现动摇，千万要提醒自己，不论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美国永远烂上一层楼。这一次比烂药丸使用的饮料，就是曾经震惊全美国的 Poop Cruise。More than 4,000 people are stuck on a cruise ship that is dead in the water. The toilets weren't working. Suddenly, everyone's out for themselves. It was terrifying. 如果你觉得在自己家里吃食已经天塌了 ，Well， 你起码是在一个拥有摩天大楼和高铁的中国1线城市，在自己家里舒服的空调房内吃。这些登上 Poop Cruise 的可怜美国乘客，他们在海面上漂泊了8天。在高温炙烤且没水没电的情况下，4000多人被迫在船上各个地方随地大小便，还伴随着下水道的爆炸，排泄物也是从地板、天花板四处渗透，就像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我国社会一样严重。当时这些美国人简直就是住在了巨大的高温粪坑里。最要命的是，这件事发生在12年前。换我们老中早忘了，美国人居然还把它拍成了纪录片，再次揭伤疤。谁要你残忍的提醒？10年前的天津大爆炸事件，你们有看到过纪录片吗？没有。三鹿赌奶粉的纪录片有吗？没有。彭帅和张高丽的故事我们也没有看到，还有消失的秦刚或者李文亮的故事呢，都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遗忘才是力量。All right， 我用英语来跟大家讲清楚。Ignorance is strength。提倡遗忘，鼓励遗忘，是我们党对老百姓最大的仁慈。虽然这件事
不可避免的会给很多杭州人民留下暂时的心理阴影。但是本乐向大家保证，只要有我们政府在，就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不怀好意的人来阻止大家的遗忘。但是我不得不提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啊，现在大家都在一边倒的同情杭州人民，却没有人关心我们人民的公仆，他们也在这场风暴的中心，他们是不是也吃屎了？更何况公仆们还有很多在海外的儿女和房产都要操心，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再为区10几块补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发愁呢？何况大家吃都吃了，追责和赔偿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忘了吧。身为中国人，健忘才是我们最大的美德。在这件事发酵的同时， MC 乐也在网上看到一些不怀好意的反动分子提醒大家不要购买杭州本地生产的食品。对不起，我是个老外，食品。但在这样艰苦的时刻，就更应该展现我们中国人不怕吃苦的精神，应该主动和杭州人民站在一起。因为正如习主席常说，我们都要能吃屎、敢吃屎、爱吃屎和自找屎吃。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跟大家玩一个 Would you rather 的小游戏 All right， 问题是 Would you rather be stuck on a poop cruise or stuck in a poop town？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答案，并且告诉我为什么这是你的答案。不要忘记订阅和转发，呼吁你身边的朋友们一起响应主席的号召。我是 MC 乐，我们下次再见 Peace。 一颗比蓝药，烦恼全忘丢，2颗比蓝药，破而爽，我走。